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次的教学课程。然后这个是完全不太一样，因为我人在外景，而不是在一般你们所看到的在室内。我现在人就在我公司的前面，艾肯跟大英，超酷的。OK， 红色跟蓝色在那上面，喜气洋洋。Anyway，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一切都顺利。然后今天我要讲到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在外面去收。对，环境声。然后有些器材基本上来说的话，不需要，没有像之前一样这么的麻烦，真的不需要这么麻烦。我所带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OK？ 好，第一个我先所带的嘞就是相机、手机，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先带的。第二个嘞，我会带我的收音器材，然后我收音器材嘞就是使用这个 Zoom H3VR，OK？ 我今天是要来收就是5.1 Surround 的声音，然后我就是用这个小台的，反正嘿试一试玩一玩，然后嘞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所做的流程会是在哪里。我今天的目的地就是要带这个，然后嘞要到基隆那边外海，或者是其实不要说外海的基隆那边，然后去收一些我要的声音。OK， so let's go。OK，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已经人在基隆，然后就在基隆的地标这边底下。是的，没错，这边风蛮大的，然后再加上前面呢，其实还蛮漂亮的，是有一种反正有海，但是未必会听得到那个海，反正你也知道，这个离比较远一点，但是呢，我们可以收一下这山上的环境。那因为这山上你看得出来。这边风吹得还蛮大的，所以我不大会直接就这样去做使用，我会至少盖一个小块布在这个上面，就是确保可以帮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挡掉一些风切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准备开始收一下声音，而且我都还可以收到一些像这种摩托车声音，我觉得还蛮自然的。还蛮不错的 ，OK， 所以接下来这个流程大概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这边的器材设定好之后，确认好之后，当然一定要带一个耳机，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先确保先确认。那第二个呢，最好是有用手机，那干嘛呢？那是因为你要拍一下你现在所拍的环境，所以后续你在录音室里面呢，你会比较更清楚，你该怎么去叙说你现在所收的声音。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来说，当我们确认好之后呢，我们一旦按下去录音的时候，你就要先念一下你现在人在哪里。对，所以你回去在收音的时候，你会比较知道，你现在这声音是归类在于哪个类型里面。OK， 所以我这边就大概已经确认好这样子地方，然后我就直接就按下按钮，然后确保它有在录音。然后在录的时候呢，我尽量都会给我差不多2到3分钟时间，不要讲话，只要收自己声音。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在基隆地标底下的山边收音 ，Take 1。OK， 所以基本上我这边已经大概收完了，所以我大概是收2次，因为第一次它太高了，所以风吹得还蛮多的。然后现在是第2次，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这么如此，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可以挡掉一些风。所以我这边全部收完之后嘞，那我就可以
把这个带回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声音去搭上到Nuendo 里面，然后先确保一下我们经过什么样子的软体，然后呢去把它弄成5.1，然后再来进入到Nuendo。OK， 好。OK， 所以现在回到我们的 Studio， 然后你看到我后面的 website。那上面是写就是Zoom H3 VR， 也就是稍早我之前所介绍给大家所使用的外出收音器材。OK， 那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我知道也许你们没有这个器材，没关系 ，OK 的。那不过嘞，大概也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它本身有叫做 Zoom Ambisonic Player。那这个会是大家所需要的，那我都已经准备好放在一个云端里面，提供大家去做下载。你可以把我出去外面所收的声音，我也一并都会放在云端上面，然后把它转成5.1 surround。但是一开始来说的话，就会需要有 Zoom Ambisonic Player Window， 或者你是用 Mac 的话 ，Yes they have it Zoom Ambisonic Player Mac。那另外来说，就怕你有可能也不太清楚该怎么去做使用，或者是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怎么去使用它的话，那我这边也会给各位准备一下这边的Operation Manual， 就是它的使用的说明书 ，OK， 所以你可以去做 whatever you want to，OK， 好 ，All right，Anyway，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已经在这个地方，其实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在这里。Zoom H3 VR 资料在云端上，然后会就直接提供连接在我的 video description 里面。OK，All right，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刚刚就已经先安装好 Ambisonic Player， 那在这个地方 Zoom Ambisonic Player， 然后它就会出现在这里。OK， 但是我们在讲到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先把它放大一下。我们在讲到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先大概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在H3 VR 里面这个装置，你所收有几个 format， 有几个规格。第一个 Ambisonic A， 第二个是 Ambisonic B， 然后第三个是 FUMA。OK， 这三个都是比较许多人知道的声音规格。那这个规格 Ambisonic 就是所谓的就是环绕式。其实我们要讲说是像是该怎么讲，就是一个球形的环绕，应该这样说才对。OK， 因为我们收的是 VR 这部分，所以那这三个不同的规格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除了名字以外 ，OK， 好 ，Ambisonic A 基本上是最多许多就是最多人所使用的 ，OK， 不管现在它是基本上是一个industrial standard， 就是业界所使用的 Ambisonic A， 然后它在这里面就是有许多我们所收下来，它有许多方向跟远近这些资讯都在这个里面。那 Ambisonic B 呢，它是它的进阶版，然后它的位置会更 precise， 会更准确 ，OK。然后呢 ，FUMA 来说的话，它是在日本，因为 Zoom 基本上就是日本这边出来的。然后 Zoom 呢，它所出来的这个 FUMA 这个规格所研发出来的这个规格，它是用在日本电视剧跟电影的这些规格上。那当然，为什么我不使用 FUMA， 或是为什么我不使用 Ambisonic B？ 那是因为我是要去做一般 standard 的5.1 surround， 所以我用 Ambisonic A 就行了。尤其是因为到最后我会在 Nuendo 去设定，我会带大家一起来去设定到底你要是哪个方向 ，OK， 就是要看你的声音要该怎么去摆放。不过呢，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我就讲到这个 Zoom Ambisonic Player， 因为它会帮我把我的 Ambisonic A 去转成5.1 surround，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去点 Add File， 在这个底下 Add Files， 然后 Add File 我这边嘞就会有给大家所提供的 Outdoor Sound， 就是这个部分，那其他都是我之前所收的 ，bu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所以 Outdoor Sound， 然后我就直接按开启。然后这个好玩是它只有个 WAV 档案，但是里面的 data 却是不一样的。里面的 WAV 档案其实有很多，不管是你输出出来有 binaural， 就是球形环绕，或者是stereo， 或者是5.1或7.1，它都会写在这个里面，只是外表看起来就是写 WAV 档案。OK， 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我大概播放一下。OK， 好。基隆地标2。Right， 所以你刚刚所听到我有讲基隆地标2，那这个就是让我在后置我会知道说到底我这个声音是在哪里所收的。OK， 再搭配我的所拍下来的影片，所以我会更清楚到底这附近是有什么。不过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因为一开始你可能会看到它会是在 stereo。OK， 那这边有 binaural 跟5.1 surround 所以你看我点 stereo 就是这样子 ，left and right， binaural 也是 left and right， 但是它是带着球形的环绕的感觉在这里。然后5.1 surround，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多出来1、2、3、4。那我点它是要干什么？那一开始来说的话，其实它的预设值是这个样子，我们大概听一下哈。OK， 那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有没有看到它这边有B R F L， 所以 left and right，front and back，OK， 然后嘞，在这边有 vertical， 有360、180跟0，that's angle 角度，包括你 horizontal 也是一样，平行跟 vertical 垂直的。那这里这个部分，因为我在收的时候，我还是要大概调整一下，确认一下 ，OK？ 因为等一下你 export 出去的话，它是依照你这样去 export 出去，依照你现在这个相位，所以无论如何还是尽量把它弄对。正确 ，OK？ 那正确要怎么去做呢？就是我可以一边播放，你们都可以试试看，一边播放，然后这边可以去做调整。如果你这样做调整的话，就是 upside down， 因为变成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 front 就是在后面，然后 back 在前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大家也可以这样子去做调整，改成0，然后在这里嘞。我也可以调整，看到底是怎样做法，就是怎么听，就是你觉得怎么听是正确的，你就依照这样的方式去做调整。然后你也可以调整这个 row， 都可以。但不过这样来说的话，其实很简单，我就是这样子去做，我就看 OK， 我的 front 也就是 front。OK， 然后呢，你有没有看到我这条白线？有没有看到这条白线？这条白线呢，我就直接就是去对准它。然后 vertical 呢 ，vertical 来说的话，就看你自己到底是上还是下。但是通常来说的话，因为我收是站立式的，所以其实应该是要180。但是你知道吗？没差的原因，为什么没差？是因为到后面我们都会拉进到 Nuendo 里面 ，OK， 我们自己去做一下设定，所以这边就差不多 OK 了。然后呢，我觉得 OK 之后，然后我就 export， 然后 export 之后呢，我这边会做一个新的资料夹，然后这边会写说 export 5.1 surround，OK，export 5.1 surround， 然后在这边的 Aldo Sound，这边就会 5.1 channel， 然后我就直接按存档，然后他就帮我转成这个我要的5.1 surround 档案，然后就会是在我刚刚所存的地方。
然后这个大概是256 megabytes， 这边改一下大小。Alright， 262 megabyte，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拉进到 New Window，OK。OK， 所以现在我们进入到 New Window， 然后在这个地方 New Window Hub，OK， 好，我们这边直接是点 Templates， 在这个地方 ，OK。一般来说，它可能如果你之前有做过一些案子的话，它可能会跳到 Recent，OK。那我们就直接到 Templates， 然后以最简单的做法呢，我们就直接去点 Audio Post Production 5.1，OK， 最简单的，就直接点它。然后我们在这边就 Prompt Project Location， 我们重新去建立一个资料夹，所以按 Create，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到桌面上我们任何个地方anywhere that you remember。OK， 好 ，Anyway，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按右键，然后新增一个资料夹。那在这里的名字我绝对不会马虎 ，OK， 所以我这边会直接就写 Keylong， 因为是基隆嘛 ，Right？Keylong， 然后呢5.1 AMB。AMB stand for ambience, ambience， 就是环境声。OK，alrighty， 所以你来看我的 channel，you learn a little bit about English too, right? Awesome. Alright, cool. 所以我这边直接点它，然后选择资料夹。OK， 然后在这个部分来说，它就直接建立许多这些这些轨道啊、资料夹这些像这类似像是编组轨道 ，OK， 好，然后嘞这边有 background Foley sound effects and dialogue。那一般来说，我们这边我们就直接就放在 background 里面，或者是你也可以给它重新取个名字，我们可以给它取个说什么AMB， 看你要不要 ，right？ 我这边也可以写就 AMB。Right， 然后嘞，我们一开始要先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点 F4。F4 呢，在这个地方，它的 output 这边 5.1 output not connected， 你确保这边要 not connected， 不要点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全部都要交给谁？我们全部都要交给 Control Room。OK， 那 Control Room 在预设值这边可能就是没有打开来，所以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就跟现在一样。Right， 所以我这边就点一下这个 Enable， 然后确保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这个 Monitor One 这个地方，你要选择对的，要选择你现在所使用的录音界面，或者是你所使用，如果你是使用电脑自己本身的话，那当然就是要看它到底是，你就选择是 应该是 Standard ASIO 才对 ，OK， 就是选择 ASIO 这个部分。All right， 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一切听起来就 OK。OK，Output Control Room it's on， 然后我这边就直接先把它关掉。那我就直接在 Ambient 这个地方 ，OK，Ambient 这个地方。那在这里呢，基本上它每一个嘞都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它每个轨道都是立体声 ，OK， 所以你要看你自己你要怎么去做。就是你是不是要它是成为是单声道是你会做后续会做动态的了，还是立体声只是把它放在一个地方而已 ？OK， 这两个差很多，一个我就是放在那边 let it be， 它不会有太多动态。另外 mono 就是我就是会有动态 ，OK， 所以这是要看你自己。好，那但这个部分我就直接按 File。Input audio file， 然后就选择刚才我所输出出来的 Outdoor Sound 5.1 channel， 这个你要找一下你们的位置在哪里，因为是你 export， 所以你要特别看一下到底输出的目的地资料在哪里。OK， 所以我这边点一下 ，All right， 然后这边就会写说这是96 Hz，OK，K Hz。就是我的取样率是96，我当初在收的时候是96，
那当然 it's okay，因为我的资料夹我设定为48话，它就帮我 downgrade，就是帮我降到48。但是呢，嘿，音质绝对是 OK 的。OK，所以一般来说，你出去外面收音的话，尽量你看的收音设备能够最高到什么，就用那个来去收。对，就是反正就尝试看看嘛。OK，啊，所以这边来说，我就直接点它按开启。然后在这里呢，就会有 copy file to project folder 这个要打勾，然后在 separate 这个地方，因为我这边就是设定为96 kHz to 48，那我是直接是在那个我这边没关系，我先这样子把它拉进来好了，然后记得这个一定要去点选 split channel， 一定要点选 split channel， 因为它要帮你把6个 channel 全部都分开来。OK， 然后 again do not ask again， 我在所有的 video 都讲说千万不要打勾这个 ，OK，do not check this box。Alright， 所以我这边按 OK， 然后他就直接问我说 ，Hey do I want one track or different track？Of course different track， 因为他要帮我分开来。Right，OK， 你放 one track 的话，它全部都放在一轨，然后啪，全部都排到后面，然后你就一个一个再把它拉。所以那是很难过的一个点 ，Alright， 所以 different tracks， 然后有没有看到这边就 5.1 channel L R C L F E L S 跟 R S，L 很简单，我这边上面就会直接说明 ，Alright， L left 左边 ，R right 右边 ，Center 就是中间。LFE 就是low frequency effect， 那就是你的重低音，然后再来就是 LS 就是你的左后方，RS 你的右后方，OK 啊，所以 left surround and R surround。那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最后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把它分开来，就是要把相位都分开来，因为目前为止听一下是这个样子。基隆地标2。OK， 目前为止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that's left， 所以我们就点它 left，that's left，OK，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未必一定要是这个样，你也可以看说你想怎么去做。对你可以大概这样去做，就是说 OK 好，我要 left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周围 OK， 在这个周围你看一下到底，就是你听一下到底你想要多么的宽或者是窄 OK， 这边有格子很好玩，这边的格子可以这样去做 No problem， 就是我可以这样子，然后嘞let's left。然后以此类推一样，然后就是right， 然后一样照样，我就依照我刚才所去做的，依照我刚刚所做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子 ，OK， 就反正先放着 right， 然后呢 center 的话，就是直接给它待在 center。我可以先给它这样放 center 在这个地方，然后再来 LFE 我们先不用去动，所以这个先可以直接先 mute 就好了。然后再来5.1那个LS left surround，sorry left surround 就是左后方 ，right 左后方，所以我们就直接一样照样有，左后方。然后再来就是右后方。
Alright，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去做。基隆地标，然后再来左后方。基隆地标2，一样照样 center。基隆地标2，然后 right。基隆地标，最后就是 left。基隆地标2。OK， 那这一次的教学就是到这边，因为在后续的教学的话，我会教大家如何去使用spectral layer，OK， spectral layer 去 clean up， 因为我们在外面所收的声音都需要去 clean it up， 需要去做整理清洁 ，OK， 然后再来我们再增加一些再增加一些新的音效进去，然后让这个环境听起来更为丰富。OK， 所以再次跟各位讲说新年快乐，然后嘞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然后就let's wait for my next lesson， 所以 peace out。